难入睡，因为他会不断的去焦虑一些东西。报考成绩是让我最不快乐的事情之一，每件事情都很难。每个人出生开始，环境不是他们所决定的。我就感觉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忽然找上你，就是感觉会把我掏空，就会，然后又在不停的跟我盘细节，盘各种各样的细节。这个 PPT 从9月份发到了12月份，还在用那一版。结果周末又在不停的跟我说，哎，我要推翻思路，重新捋。我说你早干嘛去了？走，赶紧跑！从来没有这么抑郁的环境过，这么回忆。哎，我包放哪儿？包放。哎呀，就是感觉堆积了很久的情绪吧，可能也不完全是因为就是这个老板啊，或者说这一份工作忽然把我开掉什么的，只是单纯的就是因为堆积了很久的情绪。我就感觉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忽然找上你，然后你知道我1个星期内我写了5篇论文，然后搬了个家，而且我还得了流感甲流，然后我那周还一直对这个公众号，我还写了个结案报告，这种状态就很普遍。好像我停不下来了，就我不停下来的时候，我觉得好累啊，然后让我停下来我很难受，不知道为什么要停下来。必须去比他早，我必须9点半到，但可能同一组的其他实习生可以10点半到。你可以摸鱼，你也可以假装很忙，但是你必须到，反正你得到。就是我的思维已经变成我下一秒就要会犯错。他被他的老板骂到天天哭，天天睡不着觉，整个行业的生态都是在一代一代的压榨，就是下一代，大家都在交表面朋友啊。我来这次的原因也是因为那天就周一的时候离职的嘛，然后的话，当时我反正就感觉非常崩溃，但不是因为离职这件事情，就是前面一直，就是每天，比如说我看微信消息，非常就是感觉很吓人，就是受不了，不太想看。什么叫吓人？就是可能是150多条那种啪啦啪消息，全都是找你工作上的事情。对。
会觉得活着没意思，想结束自己吗？就感觉有这种想法，但是没有那个行动。是一闪而过的，还是这种一闪而过？一闪而过的，是发生一些事情刺激到你了，然后你会这样想。很偶尔的，还是很频繁的会出现？偶尔。偶尔。你家里人知道你的情绪状态吗？知道。你愿意告诉他们吗？不太愿意。你现在住是一个人住，还是没有室友的？一个人。你一个人住？那你过年回去吗？不会。哦。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的。你愿意现在打个电话给你妈妈吗？可以啊，你就听着就好了。喂。早上。哎，你好呀，你是那个的妈妈对吧？对。哎，你好，我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啊。他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要跟你交代一下他的这个病情，然后他自己呢是反映说，就是一年以来啊，从去年的7月份开始，大半年的时间，然后他就出现这种情绪不是太稳定，就有时候呢是情绪很低很低的。就感到很悲观绝望啊，反应也很慢呐，然后兴趣也没有，动力也很低，还很疲劳。他偶尔会有这种很消极的观念啦，觉得活着也很没意思呀，不如结束掉自己啊，这个其实还是蛮危险的。我也跟他建议，就说还是回来这边云南那个节奏啊，这些要比那边好一点。想在那边发展，但是现在我就说。你说家人去上海陪伴，我们也上的班嘛。如果行的话，我跟他商量一下，就说先回来，因为他不是还读着书吗？不行的话，先回来我们先照顾一段时间看嘛。我18岁以前都挺讨厌这个地方的，你就感觉这个地方就是曾经是很繁华，在煤矿还发达的年代，就是它还挺好的，然后后面就没落了，就是所有的信息都进不来，所有的人就开始停滞不前了。就是很吵，因为我们差不多这些孩子都是一样大，就是大一或者刚毕业了什么的，大学毕业了都在外面不回来了，因为我们这边节奏太弱了，真的。上昆明我们就觉得那些孩子上班都是早上出去晚上才，但是在我们这些地方，如果在开园上班的话，11点半下班，12点差不多大家都回来了。我们这里去上班最多10多分钟、20分钟开车，因为它城市就这么大嘛，所以基本上那些孩子就觉得他想养老的地方不愿意回来。想要什么？想上个班吧，可能就是上可能体面的工作，然后其实我觉得也蛮无聊的，上个体面的工作。上海真的不太让人快乐，就是感觉以前觉得这种日子哇，好有意思，现在过多了，你觉得蛮病态的。可能就是在这地方你只有工作。本单节省支付成功，谢谢惠顾。2月份当时刚服药不久嘛，然后感觉效果还不错，当时凌晨在吃东西，因为在打开了最后这里就很麻烦，然后转的时候当时它就掉在地上了，然后当时掉在地上之后我就觉得，我就看了一下地面很脏，我觉得没救了，这个东西没救了，我觉得心情特别不好，然后后来心情特别不好，就是甚至有自残的行为会发生。一是生死以心，二是觉得怎么这么倒霉，反正就是很不好的一个情绪，就是特别的压抑，特别的失望，特别的对这个饭团我感觉很愧疚的，没有办法把它吃掉。
咋样？最近情绪好些没有？最近1个月，就是1月份以来到现在，就是一直不是很好，还是不好啊？对，尤其是这一周也比较差。主要是这个情绪波动大还是什么？没有什么想做的，就是什么都不想做。还是这真情情绪没有啊？对吧？但这个月没有躁狂的感觉啊，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好的呀，我要重新再给您调整一下，好吧？电话啊，好的。跟妈妈怎么沟通吧？在最近。最近比较少了，因为最近确实心情状态很差，每天没有什么动力。弟弟呢？更没有沟通了。那你还是你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还是跟他们讲啊，好不好？消极的想法没有？有的。是怎么的感觉？有自残自伤的行为，自杀的预备。我们最重要的底线是你一定要保证。这个不能那个，明白吗？啊，我们共同努力。就是我就觉得不太好。对的，那你记住了，我跟你讲的这个，一定要记住啊，明白没有？明白吗？好不好？我们共同在努力，给你再想办法啊。好，我给你约3月26号，好不好？好的。好的，好。好，谢谢医生。再见啊。医生再见。高考成绩是让我最不快乐的事情之一。我就接到电话之后就觉得，就那样吧。就是那个节假日，我唯一能记得就是躺床上不想动，就是叫我去干什么事儿我都不太想动。所以说一直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高兴。害了就好了，但是生活中不会总是这样，这只是一个幻想。其他的倒还好，就是坐一会儿就需要躺一会儿，坐一会儿躺一会儿，身体不太好。如果走或者是站久了，它会特别痛，就像在这里面有一个钉子，或者说有一块石头的感觉，就是里面骨质疏松嘛，然后膝盖那里面坏死了。始终是觉得就是精神或者心理上的任何疼痛都比生理上的这个疼痛要更复杂、更难以解决。前年8月那会儿跟他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的状态我感觉是不是很好。我记得比较晚上8、9点钟的时候，他说他心情非常难受，想自杀，然后他就非常的暴躁，开始摔东西，然后趴在床上哭，然后我就带他去了急诊。但我这个问题很简单，他就是痛，他不会变更好，也不会变更坏。如果变更坏，我就给他换掉。而心理上疼痛的话，那个心理上问题的话，就解决起来就很复杂很难，或者说目前来说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方法来让它瞬间止住。2楼估计人可能更少一点。我说你怎么点的外带？我忘了换了。
气我。那可太对了。豪哥不捋我看着难受。别，对了，你捋完我自己难受。那甭管啥分，别当脑门，当脑门太难受。背带裤。正反背带裤。这人他不让我弄。确实。前年8月份之前的你可不是这样的。那是，我记得很深刻。对。不让我近身了。对，肯定是在外边有别的毛病。对，那肯定。我不在家的时候，我爸爸和我妈说，不能说过得很模范夫妻那样的，对，他们就是相当于室友，就一个伙伴的关系。对，漫画是吗？系列，他俩之前买的系列。哦，他俩都喜欢柯南。对。就整个包括现在少了这是他们以前看过。这理科的相对来讲，他要多喜欢一点。包括有一些化学知识，他当年高中时参加化学竞赛，他俩拿过2奖。就小的时候嘛，就身边人，别人家那个学习1个孩子可不好管，你让人家这好管，你看咱俩竞争啊，谁分高你就给奖励，谁分低你就，我都一点我都不感冒的，还能那么办吗？但是他俩之间比嘛，谁也没装到那些里去。不排除。我看不清，你稍微让点，我眼镜视察了。换哪？换一我说你摆不开，叶子都太大了。啥大呀？桌子多久没当餐桌用了？一直也没用啊。行，你外婆在家就用不了这么大的吧？那应该还行。这是我们2个小时候买的书，当时是好几套，我记得，其中有一本叫什么来着？科学百科。那本书被我们2个翻烂了，因为我们2个小时候就是有互相买爸嘛，所以说就不需要跟同学啊朋友出去玩这种，所以说在社交方面我们2个就相对比较欠缺。高中记忆不是很好，挺折磨的，非常折磨，很压抑啊。这个学校严格抓这个抬头率，就是说大家上自习的时候，巡视的德育的老师在走廊里来回看哪个班级的抬头率高，这个班级抬头率高就会把你班主任叫去批评你们班主任。抬头率就是自习嘛，不允许抬头，24小时抓。每个班级里有监控，前后门都有德育老师巡视。像高中的时候，我可能1是没有去主动的去求助，2是继续忍受这个压力的环境。有一次学校组织同学做心理测试，在机房做完，大家都回来了，从机房回来，然后坐在班级唠嗑，然后老师突然说谁，你出来一下，你这个结果有问题，心理测试的结果有问题。大庭广众之下，谁你出来一下。因为高中生很难受，非常辛苦，但是并没有意识到那是抑郁情绪，就是定时炸弹没有炸，麻木，那你没有办法去看医生。这个环境里面，迟早有一天不是他就是我。我当时也是就是这么赶着往前走，觉得哎呀，只要孩子学习好，那肯定家长的这个义务啊就尽到了，对不对？我现在也反思这个，就是我在学习上孩子呢，这肯定是取得了应该说咱满意的这个效果，但是呢，咱也失去了很多。我现在看，也失去了很多。妈，完事了。
那就来呗。正来。嗯。小二说的要醒会儿，我说不得，就差不多。醒会儿。一会儿还给你包纯的，就是一点肉没有啊。啊，你这有点厚了。是。哎，我发现我大儿子这饺子包的形状不错呀。不能漏。非常到位，能站起来。你是在赞扬他吗？对。那至少我这个站不起来。那和你一样啊。你不必如此虔诚，你可以坐一会儿。坐不住，腿不行。那你上这块来。那我觉得，假如膝盖怎么整的那样？讽刺或者挖苦会比较多，经常的讽刺和挖苦是非常可怕，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但我现在能理解这是开玩笑，但是玩笑是不是玩笑，要看当事人觉得它是不是玩笑啊。小时候我肯定不能觉得这是玩笑。没有导弹的工具。没有了。就这儿呢。那坛子，那有这个，但没有坛子的。妈，给弄点那个什么喝呀？筷子。哎呦。那个纸拿来了，同志。我有一年过年，我印象非常深刻嘛，就是那年高中，压力比较大。我过年那天想哭，然后我妈啪一巴掌打我脸上来了，然后我就憋回去了，我不敢哭啊，我妈不让。就是好像是有种说法吧，就是过年小孩子哭就是对父母是什么不吉利的什么象征啊，还是什么？至少在很久之前，我表达出我很难受的情感的时候，很多时候得到的是负面的反馈，而是他可能怎么觉得呢？就觉得，请你不要那样。虽说我可能做不了什么，但是还是请你不要那样。那你还是有劲。我这么觉得，我在的地方就是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你的家现在在哪？我的家在这儿这个小圈圈里。就是我这个我的家，非常鲁棒，你可以理解为强健，这个东西很结实、很稳定、很牢固。因为我对这些事情，任何事情都变得比较保守，就是避免有任何活动对我造成或者一些变化呀，对我造成一些冲击或者伤害。我认为吧，就是连接减弱，它本身获得的支持可能会少，但是它这个关系会更鲁棒。如果旁边一个连接断掉，不会对这个个体造成巨大的影响。更多的感觉是，我不是被他们爱着的，我没有感受到爱。我俩对孩子要求都是相对来讲都比较严，孩子呢有时候有一种压力的心理就不得释放，确实是沟通的少，孩子就没养成这个习惯，就不善于就是吐露心声，这个我们都承认。这实际上现在我来反思哈，如果说重生一次的话，我想从年轻的时候应该有有坦诚的一种交流。这玩意儿还没贴上呢。我这办的是没贴。贴完了，人贴的3人贴。对。这是收藏吗？这个白瞎了贴上。这挺好，这给我留下了。这是啥呀？什么鱼？这是一条龙，眼睛非常有特色。哪块像龙啊？我看怎么是鱼呢？确实，我妈比较需要我，她这是明确表达了。确实，她比较需要我，我是她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有的时候，比如让我解决不了的，我可能会跟我妈去说，然后她可能会提供一些想法。
但这两个挺好，我喜欢这两个。他们也能理解了嘛，特别是哥哥生病之后，让他们意识到了，就是人需要一些尊重吧，或者家庭成员需要一些尊重，而不是说完全都要照他说的做，还是健健康康生活最重要，健健康康活着最重要。派出所也关门了。哎，一灯没亮啊，好像还真是。那你不接报警吗？这关门期间，派出所都关门了，真挺好。喂，葉輝哥哥，你唔好笑咁大聲喎！呢個獎你一世都攞唔到㗎。現今呢個世代講唔埋㗎。既然係咁，好，我約定你。就是说，这电影就是刘伟驰也是就是那个刘德华他说的那句话，就是人生就是可以输，但不能逃，就代表意思，就你可能有些事情会做错，有些事情，可能会做不那么顺利，但是你不能去逃避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现在这个情况确实很困难，但是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努力，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在那边的柳树甚至要发芽，可是就是它枝条已经很柔软了。2月份到。10支30块钱是吧？对。好吧，好，谢谢。每个人喜好都不同，每个人交流你要用每一副面孔，所以说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的时候可能会相对轻松一些。我觉得向日葵和这种花都不错，因为它比较可爱，圆圆的比较可爱。每个人都像一个弹簧一样，超过它的疲劳的限度的时候，那你就很难再恢复。我不能说使用任何一个东西，我非常大力的去用它，直到用到坏一次性的。但我们人生不是一次性的，我们为了过好全部的时间，那我就把这一段时间都过得有弹性，这样的才能坚持到最后的路。每次工作之前先擦一个手，这东西应该可以缓解焦虑，我觉得蛮好使的。从我出去以后，我回家一共3次，事实证明就是你是无法回来的。这个地方画面都很突兀。第2个要修改的红线，就是你看看你现在的设计，它只有那条红线是屏占比跟其他不一样的。太难了，妈呀！蛮有意思的嘞。
你看，给它安个夹吧，放在这儿。吃饭吧，让它自生自灭吧。如果没有焦虑，人和人之间不会产生连接，孤身作战早就被那些动物野兽所吞并了。如果没有疼痛，人类的医学就不可能发展到这么好，人的寿命就不可能这么长。如果没有悲伤，那么喜悦又从何而来？我将来我希望我自己能当心理咨询师，能给像我这么大的孩子的一些帮助。我出院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我们在这里等你哦，未来的医生同志。只剩下最后一段路，可是这段路好黑，比黑夜还要黑。但是，在这段无比黑暗的路后，是在隧道这头亮起的一闪一闪的光。因为情绪你永远无法抵抗它，这就像叛逆的孩子一样，越是强势的镇压，孩子的叛逆就越强烈。如果大家能上一上，我们是很推荐上，也不可能上一辈子，它可能是我自我调整的一个开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对我不知原谅什么，成全世事尽可原谅，我的人生绝对不可能是一场笑话。生病也没有关系，不管是快乐也好，悲伤也好，心态要好。生活就是这么痛苦的，它的意义就在于，尽管我经历了痛苦，但是喜悦的那一瞬间，它的这个值可以完全覆盖我前面痛苦，所以我存活。未来还是充满憧憬的。喜怒哀乐悲恐惊，每一种情绪都是好的。到目前，地震造成死亡28300人，受伤188000。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守护世界就是守护自己。哔哩哔哩公益。